Hello， 天秤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部影片呢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但是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些新鲜事哈，因为呢仙女又要过生日了哈，我们1年1度的全球生日派对又要展开啦。那时间呢会在这个台湾台北的8月30号的晚上8点，会在我们 YouTube 平台来举行这个线上直播活动，我也会准备生日礼物来送给大家，所以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啊！参加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呢，请记得第一，订阅工作坊的电子报；第二，请你寄一封明信片哈，文情并茂哈，来到我的这个邮政信箱。那详细的活动参加办法在我们影片下方资讯栏通通都有，所以诚挚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帮我庆生一下吧，好不好 ？OK 哈，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明信片截止日呢会是在这个8月28号哦，所以你要尽快在8月28号之前呢，能够把你的这个明信片寄到我的信箱来 ，OK 哈。好，那我们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就准备进入到你这一次的开场讯息。反正呢，详细的这个资讯大家都可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来去做一个参考，好不好？然后呢，我要感谢每年都有来参加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明信片还有以这个观看哈来支持我，好不好 ？OK 哈，好来，首先呢，第一个要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的这个开场讯息是，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天秤座的朋友们，你最近可能会搬家哦，或者是找到一个还不错的住所，或者是呢，你居住的地方可能有机会可以翻修哈。那这个翻修有可能是某部分的人呢，是比如说假设哈，我举几个例好了，因为我感觉有2、3种不一样的天秤座在里面，就是你可能原本要搬家，一直都找不到好房子，或者是要买房子一直找不到，你会突然看到一个非常好的物件 ，OK， 要赶快把握机会。第二个呢是，比如说假设哈，你们家是有那种公设的什么公寓大楼的那种哈。本来呢有一个东西可能一直要瞧，比如说什么这个墙啊要一直修缮啊，干嘛什么的，什么住户大会啊开得乱七八糟哈，类似像这样，突然有一个解套方法，大家达成共识，所以这件事情就可以很快有一个着落。OK 好，那第三个呢，我个人是会感觉哈，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家里呢可能有哪边需要改造一下，比如说可能你会特别去改造一个区域，比如说厨房啦，或者是厕所啦哈，我个人会感觉都会有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呢，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天秤座在家的这一个话题呢是很重要。有的人你们不一定是实质上去改变，而是整个家的气氛变得很不一样了。比如说相处比较活络一点点，或者是最近呢，可能大家就感情变得比较升温一些些。OK， 好。那第2个呢，要给这个这个什么天秤座的朋友们的这个讯息哈，是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哈，天秤座的朋友们，你非常适合用这个红石榴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红色的水晶或红宝石也可以哈，如果你比较有钱哈，我是开玩笑的哈，你可以带上去 OK 哈，或者是呢这种可爱的红色的，再像那个草莓石也可以哈，草莓石啊、红石榴石啊、红宝石啊都可以。最近你跟这样子的颜色或这样子的水晶的能量场特别可以有互相这个相辅相成的效益，好不好 ？OK 哈，好。第3个呢，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哈，天秤座的朋友们，你可能工作的这个负担会突然变得比较重，比如说有一个同事可能生病了，他的工作你可能要衔接，会有人离职了，你要去承担这个重任哈，所以这2到3周你会在工作方面比较忙碌一些些，然后你们呢非常有可能有机会就会忘了就是这个正常规律的饮食，所以有一些人身体就会出现一些状况，比如说什么胃痛啦、睡不着啦什么等等，这不用担心，不是什么大症状，所以我要特别提醒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你发现你现在的确是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体能要培养好，睡眠要足够 OK 好，这就是给你一点提醒，因为你可能会去帮别人擦屁股哈，直白一点就是这样说哈。好，以上这个就是你的开场讯息啦，我们就准备进入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呢，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女王，这3组能量场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骑士 OK， 那这张的盖住的牌是天使跟宇宙最后要给你的补充讯息，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我来告诉天秤座的朋友们哈，所以请稍后让我看一下咯。好，我来看麦嘞哈，来看一下下哈。OK， 好。
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的。其实天秤座，你这2到3周运气很好啊，除了要帮别人稍微擦一点屁股，我个人是觉得你各方面都还蛮不错，而且你非常有机会能够被看见。OK 哈，来，首先呢，这是你的挑战牌卡权杖女王，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的是宝剑女王，抽到的是钱币骑士，抽到的是钱币8。我个人会感觉呢，你目前呢，在过去曾经的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事件、梦想或目标呢，你是有持续的去投入的。那在投入的这个状况当中呢，我觉得第一是帮自己奠定很好的基础，但是某部分小众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你甚至呢会能够有晋升的这个机会哈，因为这个蝴蝶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有一种晋升的机会。那有一些人你可能是考到了一个新的证照，或者是比如说呢可能有一个新的头衔哈，这个公司会帮你去做一个转换，或者是在感情当中可能给了一个名分，好都可以，你们自行套用在你们的状况当中。反正呢有一个新的转换、新的提升、新的头衔会出现。OK 哈，在这样的状况当中呢，我个人会认为哈，你会去思考一件事情，这个能够为你带来的，比如说头衔啦、加薪啦、身份啦等等之类的啊哈，我个人会感觉，第一你是很开心没有错，但是第二，我个人也会认为你在衡量你可能要失去什么，例如说可能你变成一个主管啦，那你可能就要带领很多新的员工啊，你要失去的可能是比如说假设你以前喜欢一个人当就是做业务嘛哈，你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好去冲这个业绩，但现在不行了，你可能要带下面的人，所以你可能会失去某部分你想要的工作模式，而能够进而晋升到你想要这样子的位置。OK 好，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哈，这个牺牲不是说什么真的有什么牺牲或什么代价很可怕，意思就是说有失必有得，但是它是相辅相成的。OK 哈，所以我会觉得。你心里可能会去思量这个晋升到底好不好，头衔到底好不好，身份转换到底好不好，或者是这些工作内容这样子有所改变到底好不好。不过简而言之，整个状况是 OK 可以提升，只是需要稍微做一个平衡。来到现阶段能量场，你抽到圣杯3，抽到愚人牌卡，抽到世界牌卡，我个人会认为哈，就是这个晋升这个成果，这个身份或这个定位转换了，所以导致于你新的世界有所展开了，而且新的世界展开是很多人可以帮你庆贺，然后很替你开心，你自己虽然也会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些杂事要处理，有些内心要平衡，但是我个人会感觉大家其实是蛮看好这件事情的，或者是大家是很愿意乐意去协助你帮助你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你的挑战牌卡是权杖女王啊，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天秤座的朋友们呢，你可能会遇到几个挑战，就是比如说你原本是员工升到一个小主管，那现在呢你就变成是左右夹攻了哈，下面是你要带领的团队，上面是你的主管，而你要如何在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并且正常发挥你的实力跟能力哈，这个就是你这2到3周的挑战啊。那在未来这个状况，你抽到吊人牌跟权杖国王，还有这个权杖10呢，我个人会感觉啊，其实呢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由于这些东西才刚翻新翻篇，或者是晋升，或者是给你一个头衔之后呢，我会觉得暂时你需要花一点时间在未来这个状况呢，跟这2个因为这个是一个是权杖女王，一个是权杖国王哈，所以你注意看，这是3头狮子同时在一起哈，所以这3方之间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协作，然后又能够让这个权衡利弊能够达到一个我觉得很高的境界哈。这个很考验这个天秤座能耐哈，你要能够如何向上管理跟向下管理，又能够保持你内心中的这个平稳跟平静，又不失优雅，又能够有权利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哈。我个人认为在未来哈，这边应该是有一出好戏哈，因为呢来到这里呢有一个权杖10我觉得天秤座的朋友会来这边看到说原来我坐这个位置改这个头衔要能够去承担这么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宝剑女王在这边，这个权杖10在这边，这个就是你在衡量的利弊得失哈。我需要换什么，有没有什么代价，有什么我要牺牲的，有什么我要去能够去给予的或付出的，这个就是在你这2到3周的这个能量场里面哈。那在未来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骑士，我个人会认为呢，这个圣杯骑士给我一个很好的意象。如果假设在这2到3周，你可以把这些事情、这些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处理的得宜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呢，你反而会有更好、更多的机会或晋升或让别人看见你的机会会进来。OK， 而且这些来找你的人是他自己来哦，不是你去求他来的哦，他是会自己来进贡的哈。这个圣杯骑士给我有一种感觉是他们会自己朝向你而来 ，OK， 所以或许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会有点不舒服，或者是有需要你能够去，我们这样讲吧，耐着性子好不好 ？OK 哈，但是呢，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一切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意向哈。然后还有你看到你还拿到钱哈，所以我才会说哈，这个部分是还蛮不错的 ，OK。我们一起来看看宇宙验证牌卡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要给我们天
秤座的朋友们，好吗？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你看你在未来的牌卡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未来才是真正好运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这样形容，因为我已经感觉到那股能量在这里。OK， 好，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你抽到这张牌卡呢是钱币侍者。OK， 好，那个钱币侍者加上钱币骑士加上你这个钱币8，好 ，OK， 哈，1、2、3、4、5、6、7、8，对不起，这是9哈，钱币9哈。你注意看到这个钱币9加上这个钱币骑士，原本加起来是钱币10，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要走到下一个方向的时候，就有点像是钱币1嘛，或者是一个愚人牌卡新的开始。所以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说有所晋升呢？因为到下一个篇章的时候，你又要从零开始打地基，因为你以前可能没有当过主管，你以前可能是当别人的下面的这些带领的员工。OK 哈，那个钱币侍者呢，来到这边验证你这些所有的牌卡哈，我个人会感觉啊，这个就有点像是说以前的这些这些旧有的这个世界你打造的很好了，但是来到一个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去呵护这个花朵啊，从这个钱币当中慢慢的去长出来。所以这对你来说呢，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最重要的是，我个人会感觉哦，这个细细的花朵啊，它是需要有时间它才能够去绽放的。那里面这边有2只这个猫头鹰在你天空中盘旋啊，我个人会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即将要进入到这个新的环境或新的身份或新的挑战里面，很考验你的智慧。OK 哈，而且哦，我觉得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你还会跟你这个交手相关状况人事物来斗智。OK 哈，这可能是一个斗智的，比如说要怎么样呢？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吧，办公室政治当中呢，你要怎么样去运筹帷幄，对吧？你以前是别人的员工，可能就不用管这个，但现在可能变主管的，怎么样对上跟对象，这个就是考验你的能力啊。然后呢，你在旁边这边呢，还有其他的这几只小动物在看着你哈，象征的意思说他们是很仰望你的。因为我总觉得某部分的天秤座的朋友们，你甚至会觉得你这2到3周运气很好哈，别人有好康的都会想到你，有机会都会先给你，甚至是人家会夸奖的时候都先夸奖你，所以旁边的人会看到你的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跟你讲，因为你在这边已经为自己打下一个很好的地基。这个钱币9，我刚刚可能不想讲钱币8哈，但没有关系哈。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们呢，我先跟你解释一下，我不一定会按照牌阵或牌意来跟你解释，我会按照能量场的走向来跟你说。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呢，你在这边呢，让别人看见的同时，准备要开花绽放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你也正在考量你这个，我这样讲哈，你看哦，这个是一个乌鸦准备戴这个皇冠，可是这个皇冠还没有套进去哈，所以呢，欲戴皇冠必承其重，这个东西也是你在思考的哈。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你终于是把这个钱币拿在手上了啦哈。刚刚呢，你都是不断的去投入啊哈，就像这样子不断的去进贡啊，不断的去投入啊，你才会有这样钱币10的意象。那现在呢，我个人会感觉你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象征的钱币1就是新的开始了，而且这个钱呢，象征的也是掌权，所以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投资机会、新的感情对象或新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我这样子就是定位哈，让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张牌卡也让天秤座的朋友们在现阶段能量场在思考，我有多少的筹码而能够去做到我想要达成的结果，这也是你现阶段的能量场。然后很多人在看你表演啊，因为这个圣杯3总是给我有一种感觉哈，我不知道他们是看你表演还是想看你好戏哈，我不知道有何居心，但是我必须要说，有很多人在看着你，所以你多多少少难免心里会有一点压力。所以你的挑战牌卡呢是这个宝剑。对不起，权杖女王，然后呢，你验证牌卡是宝剑2 ，OK 哈，我个人会感觉哦，你注意看哦，这个宝剑呢是拿2支宝剑，好像在这边防护你自己。这张牌卡是要提醒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我有说嘛，你要怎么样对上，怎么样对下，怎么在这3人之间哈，能够取得一个平衡，发挥你的能力跟实力给他们看，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能够避免的，我告诉你，一定要避免。第一个，这张牌卡给你几件事哈，第一，你不可以有一些问题，你把它当做视而不见。OK 哈，比如说下面你原本在当别人员工的问题哈，其实你觉得上面的人一直没有改变，但你现在上位了就觉得说管他下面的人怎么样，你不可以把这些问题视而不见，这是第一点哈。第二件事情呢，你不能呢推脱你的责任，或者是呢，比如说呢去拒绝你应该要去处理的事情，这是第2点。OK 哈，因为你现在是在中间像是一个夹心饼干哈，所以有什么要去处理的，你的确会多花费一些心力跟体力在里面，但是这个你不能逃避。OK， 第3件事情呢，你一定要开始学习做出果断的选择，这个就是你的宝剑2要给你的提醒。因为在未来的状况呢，你抽到这张牌卡哈，我觉得很棒哦哈。来，请你注意看一下，你抽到的是钱币8，抽到的是钱币9，对吧哈？然后呢，你看这2个女的好像在酒吧在聊天哈。我个人会感觉在未来这个能量场，我刚刚有跟你说了哈，你可能会
会跟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特别是有位高权重的，或者是跟你有利益关系的人，你们会在未来开始试着去妥协，你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要付出什么样的行动，能够在你们这个权力我不能讲权力斗争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在这个权力拉扯战当中呢，如何呢能够有商有量，就是这一张牌卡，这两个女生在这里有商有量 ，OK 哈，因为当你能够有能力去跟别人沟通有商有量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守住你这两个钱币9的。为什么？虽然这张是钱币8，但地板上有一个结界，这个也是一个大钱币，象征的是钱币9，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人这是代表这两个女生这两张是代表这两个女生这样解释给你听，就是我们两个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我们两个都可以有各自的创意发想，但是我们可以来协调一下如何取得中间的这个平衡。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权杖女王跟这个权杖国王在这里，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含义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你是绝对没有办法逃避这种跟以上对上跟对下的这个状况，或者是在中间成为这个夹心饼干啦所以我们来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要提供给你这张牌卡叫死亡牌卡 ，OK 死亡牌卡就是要告诉天秤座的朋友们，你即将要进入一个全新新生的时代了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改朝换代了，或者是头衔改变了，或者是负责的项目不同了，或者是你真正要开始能够去努力的这方向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你必须要能够去思考一件事情，既然如果这个篇章旧的篇章要过去了，那你要如何让未来能够持续的延续？这个就是你这2到3周天使跟宇宙要额外给你们的补充讯息啦。OK 好了，那以上这个就是要给天秤座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不要忘了看完影片之后呢，一样要来参加我的全球生日派对，好吗？台湾台北8月30号晚上8点在 YouTube 等着你。所以希望呢这一次的双周能够提供你一点点小小的启发，也非常感谢天秤座的朋友来收看我的影片，也记得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